这里是春城市公安局。钢铁厂指示佯攻。什么？敌人的行动目标是春江大桥。右街春江大桥警卫排。你说什么？接不通？谢谢。胡子。春江大桥警卫排的电话打不通，很可能出事了。你赶紧通知就近的部队，先过去。是。师姐。大桥的受损情况怎么样？好在只有第3号桥墩受损，7、8个小时之后就能恢复通车。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！如果大桥真的被炸毁了，我们就没法向党和人民交代了。老首长，这件事情我负全责。
你负责？如果大桥真的被炸了，这个责任你负得了吗？陆凯啊，我知道你这个人平常很自信，这是你的优点，但是过分自信那就是自傲。我们这支队伍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，是因为我们有理想、有信念、有纪律，脚踏实地，局部服从全局。不要搞那些什么个人英雄主义。啊，大家都坐吧。现在，我宣布2个决定。鉴于春城市公安局625专案组没能及时有效地制止敌特分子对春江大桥的破坏行动，导致3号桥墩受损，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，给予直接责任人春城市公安局局长周海峰同志到，行政记大过处分。是。给予春城市公安局侦查科科长陆凯同志到，行政记大过处分，禁闭3天，写出深刻检讨。老处长，处分我是应该的，检讨我也写好了，但是禁闭这事儿能不能拖几天啊？您看，现在正好是对惊蛰行动侦破的最关键时刻，您把我放在紧闭室里头混吃混喝待上3天，那不便宜我了吗？陆凯，你以为离开你这个屠夫，我们就要吃连毛猪了？我告诉你，625专案没有你，我们照样进行。坐下。怎么了？受这么点挫折，就都垂头丧气了？我们是军人，可以接受失败，但绝对不能丢掉信念。可以流血牺牲，但绝不会向敌人屈服。根据我们对敌特分子最近一系列活动做出的分析和判断，现在已经不是猎人追踪猎物这么简单了，而是2个猎手之间的对垒了。我们在追踪敌特分子，他们对我们的行动也了如指掌，所以越是在这种时候，我们越要临危不乱，要重新部署。敌特为了配合朝鲜战争，一定会加快行动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顺藤摸瓜，找出他们的软肋，给他们致命一击。是。这真是不动式4期，一动全盘皆火。你这声东击西的战术终于奏效了。这只是个前奏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别喝了，别喝太多了。那你说，我们怎么庆祝庆祝啊？你想怎么庆祝？陪我跳支舞吧。我只会走正步，不会跳舞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还会干点什么呢？从你的眼睛里面，让我看到了欲望。你浑身颤抖，这让我觉得很危险。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。
但是你的意思我都懂。如果我告诉你我不是保密局的人，那么你会怎么样对我呢？不管你是谁的人，我都是你的人。那你还在等什么呢？二叔承启毛局长，春江大桥已被炸毁，共党上下极为震动，民心惶惶。惊蛰行动在我的指挥下向纵深发展，胜利指日可待。二叔，不就是损伤了一座桥吗？不出24个小时，共党就会让这座桥完全恢复通车。哼，这个二叔啊，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吧？记住，浮躁轻敌乃是大忌呀。要不要回电训斥？算了吧，二叔也不容易，就让他在那自娱自乐吧。哎，知道为什么我要给这次行动取名惊蛰吗？属下愚钝。古书上说得好，2月节，万物出乎震，震为雷，故曰惊蛰，是蛰虫惊而出走矣。我就是希望我们的惊蛰行动能够如春之惊雷，助党国的复兴大业马到成功。是。曹老弟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对这个二叔是真没信心了，3番5次的拿我们当枪使。就算我陈世明不是国军的嫡系，不招蒋委员长待见，可你是国防部正式任命的军事特派员呐。哦，炸春江大桥这么大的事儿，竟然也瞒着你。你对他是没信心了，我对他是没感觉了。看来他真不把咱们当自己人呐。那你到国防部告他去啊？有什么用啊？他刚刚侥幸炸了这个春江大桥，毛局长对他那是信任有加呀。这个时候去告状，那不是自找不痛快吗？国军对外相冲，内斗起来像炉，拉帮结派，山头金立，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嘛？别人怎么样，我们不管，咱们自己可不能随波逐流，得想个办法，不能再让这个二叔牵着鼻子走了。对，就是死，也得死个明白。曹特派员，陈将军，别来无恙啊！托您的福，能吃能睡。想必春江大桥一事，两位都已经知道了吧？二叔的惊世之举，世人皆知啊，倒是我们2个做壁上观，实在是惭愧啊。什么做壁上观？是二叔对我们心存戒备，处处设防呢，生怕我们抢了他的风头。哎，陈将军此话差矣。与共军斗法，总要先讲究谋略吧。如果不是你们在钢厂附近牵制了共军的注意力，我也没有办法在春江大桥顺利地完成任务啊。
所以说，功劳是我们大家的。我已经禀报国防部嘉奖你们，官升一级，俸禄加倍。也希望我们在今后的行动当中齐心协力，密切配合，为党国的复兴再立新功。谢总指挥。哎，我们该用什么方式来庆祝一下呀？不知道特派员愿不愿意赏脸，与我共舞一支呢？荣幸之至。特派员总是喜欢戴着一副面具和别人打交道吗？那也分对谁了。总指挥不是也喜欢戴着面具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吗？比如呢？比如说你冒名顶替红姑，以陆凯同样袭的身份潜入到陆凯身边，这真是一步高棋。只可惜你心太急了，浪费了一个妙招啊！那我不也是亡羊补牢，涉险过关了吗？呀，侥幸而已。你实在是低估了共党对自己同志忠诚度的信任。信任也是讲究前提的。比如呢？比如上次在黑龙山交换人质行动失败，我就怀疑是有内奸。总指挥是在怀疑我吗？那我应该怀疑谁啊？内奸就是你！你说什么？你以为你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，其实漏洞百出。你能瞒得了我和陈将军，瞒得了陆凯他们吗？你让人去监狱通知俘虏们无端闹事，就等于通知了共军你的行动目标，让共军提前做了防范。你让缺枪少弹的陈将军去接那帮俘虏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那是诱饵，而你在背后另有安排，这才让共军打个措手不及。咱们这儿没有内奸，只有内讧。我们都是党国的军人，不能再这样心胸狭隘了。功劳是自己的，错误是别人的。长此以往，还有什么胜利可言？特派员所言极是啊。特派员是保密局的老前辈，今天确实是我鲁莽，在这儿我跟您道个歉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是小，耽误了惊蛰行动事大，不能同舟共济，干脆就各奔东西。我可以电请国防部，请求免去我军事特派员的职务。曹前辈，今天确实是我鲁莽，您教训的都是。从今往后，无论任何情况，我一定第一时间与您和陈将军沟通。咱们惊蛰计划的后续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明天一早我就派人把我们的计划给您送过来，让您指正。太祖决定一切。既然总指挥向我道歉了，那我也不能得理不让人呢。谢谢特派员您的体恤，不过今天您真的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。对不起大家了，今天是我扫了大家的兴，在这儿我罚酒一杯，好不好？罚酒一杯。小王，财务科的蔡大姐找你，好像是有什么急事儿。陆凯，大雨天的，你来干嘛呀？我来看你啊，吃吧，平平安安的。你要真有心呀，带瓶酒来，一醉解千愁。小秋啊，
哎，说几句好了，你不要过分打扰他，他在闭门思过的。我是找他来签字的。签什么字啊？我先看看。恋爱报告，周局长已经批准过了。陆凯，签字吧。真假的？你瞎胡闹你！嚯，连语气都跟我叔这么像，不愧是他的得力干将啊！不是，我真没心思跟你开玩笑啊。你真的认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不是，你这玩笑开的还小啊，影响多不好。哎，你撕，你要撕了，我现在就回去写结婚报告。你不添乱吗？我是不想你一个人在这受委屈。再说了，有哪个女孩会拿自己的恋爱和结婚开玩笑啊？不是你那个，你什么你啊，罗凯，你平常不是很有主见、很自信的吗？怎么现在结巴了？我是被你气的，有你这么谈恋爱的吗你？你说你啊，都已经被关禁闭了，嘴还这么硬，那你敢说你不喜欢我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你？那还用说吗？你看我的眼神啊，早就出卖了你。我看你什么眼神？我的眼神怎么了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啊？什么人？一个坚守信仰的人，一个真诚待人的人，一个值得我托付终身的人。小周，你这个火力也太猛了。报告，叶然，马专员电。据查，二叔夸大其词，春江大桥并没有完全炸毁，只轻微受损，共党正在修复，预计6个小时之后即可通车。另，二叔在执行惊蛰行动中独断专行，拉帮结派，造成内部不和。长此下去，必将影响惊蛰行动顺利实施。马专员。立刻回电。惊蛰行动的全体成员，要以党国失利之教训，作为前车之鉴，在惊蛰行动中，杜绝拉帮结派、各立山头、营私舞弊，必须要精诚团结，共赴国难。如再有营私舞弊者，必将严惩不贷。是。哦，哎，两位将军挺悠闲的啊。实在是无奈之举啊！军人不能在战场上厮杀，只能在棋盘上博弈。陈世民听令，我代表国防部特命令反攻游击总队，明日向春城附近移动，争取在3、5日之内占领1到2个乡镇，竖起国军反攻大陆的旗帜。为何要如此冒险？占领1、2个乡镇有什么意义？这都是为了配合党国宣传，在国际上制造舆论之举，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，所以请两位将军马上准备，务必完成任务。是。也该试试总指挥给咱们的武器能不能打响了。您这话听着夹枪带棒的，怎么那么不舒服呢？女人就是敏感。毛局长又发电报，再三强调让我们精诚团结。得
刻板源高啊！啊！我不和你们计较，走。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？这是日本投降前731细菌部队在我华南、江南、东北一带实行细菌战的情况，其中提到了山口俊一携带了2吨细菌武器，可是当时只记载了出发的时间，后面并没有任何的记载。我跟大哥打开的那个军火库没有任何细菌武器的痕迹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老东西还另外修建了秘密的军火库，专门放置细菌武器。完全有可能，这批细菌武器就是潘多拉魔盒，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打开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麻雀。对，这批细菌武器很可能就是麻雀的目的。你说的对，而现在的关键是在麻雀之前找到细菌武器。卖报！春城日报，春江大桥顺利开通，向抗美援朝运送物资的道路畅通无阻。来吧的，过来做报纸。卖报！春城日报，春江大桥顺利开通，向抗美援朝运送物资的道路。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没事别到我这儿来。我有事。把你的爪子给我拿开！我真有正事儿，自己看。好他个姓包的，敢耍我！不过我也挺佩服他的，根本不像他长得那么懦弱。死到临头了，还能故意把大桥的关键支撑点指错来误导我们。中介，第3个柱子。这儿。那边中介。这儿。包建华，有你的。手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不起啊，我现在心里有点乱。这样吧，你去趟黑龙山。去找陈世民，督促他尽快完成任务，不得有误。总指挥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暂时的实力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二叔又跟美国中情局直接联系了？是的，据报，由美国新扶持的情报组织自由中国说，自惊蛰行动开始以来，他们就开通了频道，与二叔取得过几次联系。不过，有2份电文被我们截获了。破译了吗？他们的密码等级太高，暂时没有破译。这二叔到底要干什么呢？
难道他要脚踏2条船，给自己留条后路吗？抓紧破译。是。报告。来，报告长官，二叔来电。快点。承启毛局长，为了有效打击共产党搅乱春城秩序、制造恐慌，我拟在春城水厂实施投放5硫化2磷的行动，望准二叔。投毒？给他发报，告诉他，用5硫化2磷制造剧毒攻击民生目标，容易给共产党留下画饼。给他说，呈报具体计划，待计划批准，方可实施，不许擅自行动。是。我说特派员啊，我一想起明天的行动，我这心里就直打鼓啊！怎么了这是？你说，二叔让咱们大张旗鼓的去打乡政府，这不会是赔本赚吆喝吧？假作真实，真亦假。哎呦，什么真真假假的？我就是一个粗人。文绉绉的东西我听不明白，哎呦，你就别绕弯子了，直说，这仗该不该打，怎么打？二叔让你攻打2个乡政府，你不打行吗？军令难违哟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攻打乡政府，必然激怒共军，他们会用主力围剿你。就咱们这几个人，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。别忘了。共军用了不到3年时间，就消灭了咱们800万正规军，还在乎咱们这点小妖小鬼儿？哎呦，我说，哎呀，这打也不行，不打也不行，真是愁死人了。愁什么呀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？我说特派员，你赶紧给我想个2全之策吧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咱们手底下就剩这几个人了，要是一次行动就都打光了，二叔岂不是更看不上咱们了？与其沦落为丧家之犬，不如来一个拥兵自保。那就不打了。打还是要打的，要不然落一个违抗军令的罪名啊。不过打又要讲究打的策略。请特派员明示。这样，先不要打南关了，集中兵力佯攻大王庄乡政府，只为不攻，对天放枪，在大王庄乡政府外围待上1-2天，在共军的主力到来之前迅速撤离，既没有违抗军令，又不激怒共军，这不是2全其美吗？哎呀，特派员啊，你说这都是爹妈生的，你这脑袋瓜子怎么就比我这个好使啊？咱们现在身处险境，不多留个心眼儿，真对不起自己的亲爹亲妈呀！哎。特派员，你去休息吧，我在这儿盯着。
睡你的觉吧。谢谢特派员。协影电台又开始活动，启用了新的波长、呼号、密码。老易，哟呵，心情不错啊。周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坐。哎，啊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哎，周局长，眼看您这……别打岔。啊，刚才叫我什么？哪句呀？刚才。哎呦，还能管您叫什么周局长吗？不是，您坐。我告诉你，我当侦查员的时候，你还撒尿和泥儿呢。那玩意儿多脏！雨涵都跟你说了，说什么？什么也没说。你少在这给我演不好意思，把我的宝贝侄女都偷走了，还在这给我装无辜。那不是您的侄女，您还不了解吗？这不都是被您给惯的吗？刁蛮任性，她的话不能当真。哼！你真这么想？真的。那好，那我命令你，从今往后，不许接触周雨涵，否则，你这个侦察科长别干了。不是为点什么？凭什么呀？为你跟组织不说实话。我哪句话不是实话呀？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不承认你跟周雨涵好，她不是你的女朋友？不是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呀？什么时候？你不是说吗？被我宠坏了，什么刁蛮的小公主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那什么事儿不得需要一个过程？人家不好了便宜你还卖乖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呢。你现在考虑是不是有点晚了？你说什么？生米都煮成熟饭。老同志就是老同志，你说这诱供的手段，你真是够高明的。哎，行了，这事不说了。来，这是老姨刚刚发来的电报，你看看。西影电台又开始活动了，而且启用的是新的波长、呼号、密码。您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这需要你们动脑筋，认真分析，做出准确的判断。好了，从现在起，你离开禁闭室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是。回来。又怎么是？过来。从今往后啊，对雨涵，在工作上要更加严格要求，在生活上要细心呵护。他是革命烈士后代啊，要有什么闪失，我饶不了你。我一直都是这么要求自己的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滚蛋！那我走了，周叔。队长，老周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儿啊。老易来电，协影电台最近频繁发报。那是破获新的消息了。情况复杂呀。之前这个协影电台只是发信号扰乱我们的侦察方向，现在使用了新的波长、呼号、密码。这个麻雀很有可能在和中情局的人联系。来，老周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台湾发来的。毛人凤得知二叔和中情局频繁联系，中情局
保密局截获到2次电文，未破译。中情局参与了。看来二叔是被美国人控制了。他所执行的任务不全是保密局下达的，所以这个惊蛰行动被中情局渗透了。三弟来了，果然好耳力，看都不看就知道是我。谁让咱们是多年的兄弟？大哥找我来，一定是关于协影电台，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？直奔主题。我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协影电台有问题。他以前发报毫无规律，但是现在恰恰相反，每天午夜准时准点的收发报，似乎是故意诱惑我们破译监听。这可绝不像是麻雀的风格。麻雀这么做，显然是故意迷惑我们，以掩盖他的真实目的。但是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？我推测，跟这个有关系。这是我当年离开保密局的时候带走的一批绝密档案。庆祝梳理出了所有关于山口军一的材料，而这些材料证实，山口军一当年带了2吨的细菌武器，并把它藏在了黑龙山的秘密军火库里。而我们在黑龙山的军火库没有发现丝毫细菌武器的痕迹。这批细菌武器可是危害重大呀！一旦打开它，对于春城而言，简直是灭顶之灾。看来这个山口军一给咱们做了个死局呀！不管山口军一开不开口，咱们必须找到这批细菌武器的下落，防患于未然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情况，当年日本特高课从保密局策反了一个高级特工，但是他的真实身份直至解放后都没有被查出来。这事我也知道。当时上峰让我秘密监听保密局的所有成员，到最后也没有监听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麻雀、山口军一、协影电台，包括二叔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们跟惊蛰行动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好像又有一条线把他们都穿到了一起。从我最近的监听来分析，这个二叔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使用协影电台发报的人，因为他的发报手法和麻雀一模一样。如果麻雀是二叔，那他急于寻找山口军一，营救日本战俘，就变得很合理。但是他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地执行惊蛰行动？这点我真的想不明白。是啊，他到底是为什么？啊，最近从山口军一那儿找到什么突破口吗？一提这个老东西我就头疼。他开口就有价值，可每次就说一点，不管怎么审问的，都不再多说。干脆，咱们再去一次黑龙山秘密军火库，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协影电台的异常表现，再次证明了麻雀也狗急跳墙了。咱们和他的博弈已经到了残局了，就看谁能抢得先机，将死对方。你为什么没有用5硫化20袭击水厂？上峰没批准，说要计划批准以后才能实施。只有先当魔才能成佛，
对中国人不能心慈手软，你这样下去会误了我的大事。我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现在你手里还有完全归自己掌控的武装力量吗？之前的特遣分队个个都是精英，就是因为你的愚蠢，他们还没发挥作用，就被共党消灭殆尽。属下知罪。不要等保密局的批准，尽快实施对水厂的袭击。属下知道。还有，你要尽快找到山口俊一的下落，别再让我等下去了。是，我一定尽力寻找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如果你不想让你在日本的一家老小死于非命，就豁出命去干吧。是。我命令你们，明天去执行一项绝密任务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什么任务？明天对春城水厂使用五硫化2磷进行攻击，要在春城引起一场大的恐慌。这个计划批准了吗？对共党心慈手软，我们将一事无成。是。你们都去准备吧，记住，明天日落之前，我要听到你们胜利的消息，要不然你们就自裁吧。弟兄们，大家都给我听好了，此次行动只是佯攻，只许鸣枪，不许伤人，听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出发。此去要多加小心才是。多谢特派员提醒，陈某定按特派员训示，把假戏演真。多保重，我在家等你的好消息。好，陈某告辞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马专员，有人很想知道二叔最近有什么新的行动。哎呀，这个事关惊蛰行动的机密，我还真不便透露。马专员，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你呢就是负责监督二叔。他有什么行动，估计也不会告诉你。我们就没有必要为了面子上的事情故弄玄虚了吧？上文老弟明察秋毫，我也就实不相瞒了。我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，连他住哪儿都没查到，他防我就像防贼一样。唉，真是愧对党国的信任呐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党国呢？说白了，你我呢都是党国随时可弃的小卒，哪能跟二叔那样的党国重臣相提并论啊？这有什么办法？戴老板生前训令，军统的人必须是走着进来，抬着出去。咱们就认命吧。忠臣，但也不见得啊。现在天下已经改朝换代了。我觉得马专员其实有必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了。这么说，盛文老弟已经替自己想好退路了，不知道这个退路怎么走啊？我这个人呢，是绝不会给任何人当殉葬品的。盛文老弟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好，
那我就直说了，我希望从今以后所有有关于二叔的信息，你我可以共享。当然了，我也绝不会让你白干。你是要从我这儿买情报啊？早说呀！谁还会跟钱过不去？不是？哼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崔家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这话我爱听。成交。今天我来的时候，发现一个情况，不知道盛文老弟是否感兴趣？愿闻其详。二叔的那个得力干将独龙，今天又去车行租车了。又租车？他要干什么呢？不知道。正是因为不知道，这里面才大有文章。你想想看，他有什么行动需要瞒着我们呢？运送五流花2粒。聪明人一点就透。二叔向水厂投毒的行动已经被上峰制止，他要想擅自行动，就必须得瞒着咱们。马专员果然物有所值。哪里哪里。喂，二叔今日将袭击水厂。什么？小徐，到，马上通知陆凯到办公室来一趟，有紧急情况。是。鸣枪。是公安局啊！是公安局啊！我是大王庄派出所，在乡镇周围响起大量枪声，但没有看到武装人员进攻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马上向上级汇报。喂，是柳宁吗？我是周局长。啊，周局长，我正有事要找你。我这有紧急情况，请你马上到我这来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马上过来。让他们再乱一会儿吧。走，办正事去。哎，你说这共军是不是得到什么消息了？你看这把自来水厂围得水泄不通的。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，一定要在这个事上找到突破口，不然完不成任务也是死。天无绝人之路，你看，这个普通的管道可以通到水管，
一会儿送人下去。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观察完了，水厂的10个加饵装置还有配备仓库，基本上呈套环状分布。敌人不会蠢到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投毒，所以外围的6到10号蓄水池投毒的可能性最大。对，刚才值班表上写了，今天水厂的单号管道封闭检修根本就不会启动，所以投毒地点只有可能在6、8、10号蓄水池之间。走，走。你们那边发现什么可疑情况了吗？没有。这样，我带人继续巡逻。胡子，你守在8号自来水消毒间。是。于涵，你跟小刘守在水泵旁，其他的消毒间、反应沉淀池、过滤池，我都已经安排人守候在那儿了。大家严阵以待，绝不给敌特分子可乘之机。明白。那我现在就去水泵房。一旦发现情况，马上发射信号弹或者鸣枪示警。明白。你跟我来。是。哎，您怎么把车停在这儿了？车坏了，刚修好。这刚修好，赶快开走。好好，不好意思啊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特派员，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哈哈，我听说这山上有个金矿，我想过来勘察一下。真是无利不起早啊！我这个人呐，一不好酒，二不好色，就是爱财。一听说钱，我就兴奋了。哎，总指挥日理万机的，怎么也有闲工夫上这儿来呀？行动取消了？什么行动啊？哦，对了，咱们现在是铁路警察，各管一段。总指挥有什么情况瞒着我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你呀，
明知故问。我就是来了解一下陈将军进攻大王庄的行动战果如何。报告，报告，陈将军总指挥，大什么大？舌头捋直了说话。大捷呀！陈将军攻下大王庄了。是。陈将军速战速决，应该上报国防部，给予嘉奖啊。攻下一个小小的大王庄就要嘉奖，这要是攻下整个春城市，是不是还要让蒋委员长亲自授勋啊？那也得看咱们有没有这个实力了。有敌情，走。走。我到。追！团长！铁蛋儿哥，还想着咱们的任务呢。别动！哎呦！啊，科长，你这下手太狠了。话说了，还是我学艺不精。汤，你说我是不是特没用？不的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哪有一帆风顺的呀？一个优秀的士兵，既要敢于勇，又要善于谋。